嘿，大家好，我是烂船设计师 Jimmy。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几年手表圈一直在玩一件就是我觉得吊诡的事情，就是一边在喊那个尺寸要越来越小，然后要佩戴很舒适，然后另一边各家品牌又很喜欢搞一些行路上写一堆你一辈子用不到的那种超猛规格，什么几千米防水、几万高斯，听起来很爽，但是最后还不都躺在办公室、咖啡店、电脑桌前面。那今天这一支呢，我觉得就是一个矛盾的这种集大成者，就是我们刚刚发表的这个 OMEGA Seamaster Planet Ocean 第4代。那官方是说它是这个20周年的大改款，然后专业600米的这个潜水表，然后重新设计过的这个表壳、链带、结构，用上了这个 Ultra Deep 的这个同等级的8912的机芯。开了一个不错的价格，我觉得现在这么样的规格还可以不到30万，确实还不算是太糟糕了。OK， 9200美金，差不多28万7的台币，然后6万5的人民币。OK， 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个价钱你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先讲一些它很硬邦邦的这个改变就是尺寸从第3代的这个43.5缩小到了42，那厚度从原本的那个16mm 这种不敢让人恭维的这种尺寸，终于缩小到了这个13.79，虽然还是算是厚，但是以它的规格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地方。但那一颗在10点钟为止，很多人觉得很有他们家代表性潜水表代表性的那个排氦阀，这次被 Omega 一刀阉掉了。面盘也把日期窗拿掉，剩下了大3针。这一点国外蛮多人是觉得不好，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潜水表，它就是一个工具表，我没有必要拿它来看日期，而且多一个日期我要多一个调校，我就觉得画面上不平衡，然后又变得很麻烦。所以这只表一出来啊，大家网络上就2派就开战，一派就是表达终于 Planet Ocean 可以戴在真的人的手腕上，那另外一派就是说这还叫专业潜水吗？连经典的排氦阀都拔掉了，而且尺寸也不再霸气外露，变成了一只乖乖牌的 Omega。那我自己第一眼的反应，老实讲，就跟你标题上面看到的9200美，砍掉排氦阀，变薄了，但是没日期。Omega，Are you 认真？你是认真的吗？但是当我们就是静下心来想其实我们要问的是另外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就是到底 Omega 是在骗我们，还是我们一直在用专业工具表这个故事来骗自己？所以今天做这支影片，我不只是想要带大家看这支新表，我想带你们回顾一下从1960年代给真正潜水员用的这个 Seamaster 300，还有这个 Ploprof， 还有 Baby Ploprof， 一路到这个 Planet Ocean 的1代、2代、3代，怎么样越来越大，越来越有个性，越来越夸张，最后又突然收回成了这一支第4代。然后顺便也聊一聊，就是如果说以 Omega 的这个产品总监的角度呢，这只表到底在背叛传统、背叛专业，还是 Omega 终于承认现实 ？Planet Ocean 大多数人的人生其实都在办公室里面。OK， 那所以照惯例，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一下、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每个动作对演算法来讲，都像在帮 Planet Ocean 转了一圈的表格。转了一格的表圈相反我们有机会把这种工具表的神话拆解给更多还在自我催眠的表友看，好啊。那我们先回到1960年代，要懂第4代的 Planet Ocean， 其实我们要回去看它的列祖列宗。那这边我们要先讲到 Seamaster，大家可能脑袋里面马上想到的是 Seamaster 的300公尺，或者是这个 Bond 007。OK， 但如果你把时间拉到1960年代，那个时候的 Omega 的潜水表真的跟活命是有绝大的关系的。1965年 Seamaster 300 REF 165.024，它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潜水表来讲呢，42mm 的不锈钢表壳、黑色表盘、粗犷的刻度、broad arrow 这些元素，在现在来看
都还是蛮潮的，但它在当年来讲却是一支很务实军用的专业潜水表。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 IG， 没有人在桌面平拍，那这些设计都是真正为了下水跟耐操。它用的是 Caliber 552，然后自动机芯，厚实的这个实体盖，就是一个为了工作而下去。我保证不会在你回到水面上之前先挂掉。今天我喝的是这个 Bridgestone， 它是 Highland Single Malt， 然后过2个桶 ，OK， 那也是单一麦芽 ，OK， 还不错的一支酒，我觉得蛮便宜的，大家可以去买啊。这个没有业配，我自己纯粹觉得这个酒还蛮好的，我还喝的还蛮顺的。苏格兰威士忌，我没有喝那么多有打广告的酒，因为 I don't like it。OK， 那接着时间来到1970年 ，Omega 真的把这个疯狂的程度就完完全全的拉满。Seamaster 600 Ploprof REF ST 166.077，从这个表壳你们看就不会忘，单块的钢壳，超宽的护肩，表冠藏在左右侧里面。然后左边再塞一个红色的解锁按钮，整只表就像是一块这个工业机械，尺寸逼近这个55的这个 millimeter， 这个是 lug to lug， 那整个厚度是满满的存在感。那基本上这种表当然就不是给一般人戴的，是 Comex， 是这种深海工程队的工具。那如果说我们用建筑来比喻的话，它就像是一个海底钻井的这个专有平台，结构优先，丑不丑不是重点。不过 Omega 自己也知道，就是这种东西一般人他驾驭不了，所以同一个年代他又生了一支 Seamaster 120 Baby Ploprof， 是 REF 166.025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缩小版的工业建筑，保留一点点对称表壳跟工具感，可是尺寸回到了39mm， 防水在120公尺，一般人日常戴也 OK。某种程度上来讲，Baby Ploprof 已经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专业工具的造型语言移植到一般人的生活里。那到了780年代 ，Omega 还玩出很多奇怪的壳型。像是那一支 Seamaster 120公尺的396.0900，侧面线条非常的流线，还有那一支严肃到不行的 Seamaster 200H Shroom， 那它是这个166.0177，方方正正、零零角角，非常的分明，就像一栋混凝土的办公大楼。那这些东西你再看，你会发现第4代的 Planet Ocean 的整个壳型，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把当年的这个经典建筑重新整理了一次。那这一连串的历史其实都在说的就是一件事情，Omega从来就不只是做漂亮的潜水表，而是一直在工具跟佩戴之间去寻找平衡。有的时候他们极端的到像这个 Ploprof 直接放弃日常佩戴，专心做工具；又有的时候像这个 Baby Ploprof 退一步变成生活化的一个日常象征。理解这一些脉络之后，我们再来看2005年 Planet Ocean 初登场，你就会知道第4代那个转向不是突然疯掉，而是60年历史里面很自然的一个分水岭的一个结论。好吧，那前面的脉络我们就大概先交代到这边。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专心看 Planet Ocean 它这一条线到底是怎么会长成这样。2005年的第1代 Planet Ocean 出来，那时候就震惊，就是600米防水排氦阀，这个 Broad Arrow 指针2500的这个 ETA 机芯，然后橘色的表圈直接跟 Sea Dweller 放的正面对干。那到2009年 Omega 开始玩这个 Liquid Metal， 它把金属融化之后呢，融进这个陶瓷圈所做好的这个石标里面，变得更耐刮、更亮。到2011年呢，第2代真正用上了自家的8500自制机芯，透明的底盖材质和尺寸整个开枝散叶。到2016年第3代全系列的 Master Chronometer 39.5跟43.5尺寸齐全，所有的材料都有，从金到 Deep Black 到全陶瓷的怪物通通都有。直到2019年 Ultra Deep 圆形表下马里亚纳海沟，直接把深海的故事直接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2022年呢 Ultra Deep 变成了量产版，出了这个6000米的防水，塞进同一颗的8912机芯。直到2025年 Planet Ocean 呢再次
Deep Black World Timer 直接把世界时区塞进了600米的潜水表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 Planet Ocean 这条线一直在做2件事情，就是规格不断的往上叠，设计越来越夸张，一直到这一代突然方向整个就是大反转，就对吧？开始把东西往回开始收回到比较直观的设计感受。05年的第一代 Planet Ocean，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60年代 Seamaster 300的一个现代的一个重新的诠释。那表壳跟比例算工具感，橘色的表圈也非常有自家的特色，指针肥肥的，整体有一种粗犷，可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笨重的气质。那一颗排氦阀在当年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可圈可点，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它多了一点点帅气。虽然我们都用不到，但是你就是觉得多了那一颗，就是好像我的手表上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专业皇冠一样，那种专业感。到2011年开始呢，这个第2代它的野心就出来了，透明底盖，8500的自制机芯，陶瓷圈 ，liquid metal， 更多的尺寸，更多的材质，从深海工具变成一个高级运动表的代表。你可以去开会吃饭，然后多了300米，多了一种你知道我这只就是比你一般的300米更贵的一种气味。到2016年呢，干脆就直接把规格拉到天花板 ，Master Chronometer 放进去认证，然后抗磁15000高斯，然后整个袖口都在帮他服务，因为真的很厚啦。桌面上拍，镜头上看都超帅。整天敲键盘、搭捷运、抱小孩，你的手表、你的手腕会开始怀疑人生，你是不是要虐待我 ？OK， 那这就变成了埋下了后来第4代要收拾的这个残局。前面的15年 ，Omega 把 Planet Ocean 一直往这个更猛、更大、更夸张的方向去推进，结果到了最后面的这个第一步，就市场开始回头说，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就日常带一下，也不用做到这么夸张吧。所以这次第4代，它这一次设计做的决定，很明显的，先回到了42mm 的这个表径，瘦身到了13.79，我们算13.8的厚度，一口气砍掉了排氦阀，取消日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砍掉了不少东西，但实质上是 Omega 在承认一件事情，就是 Planet Ocean 如果再不变得好戴一点，它就会变成一只只会出现在海报跟广告里面的手表，而不是一般人会选择的手表，对吧？我们知道，像 Rolex 的 C Dollar 都已经是很多人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去驾驭的这一种手腕妖怪。OK， 那你再来看一看，其实第3代那么厚的表壳16mm， 光听到这个大家就已经害怕了。你不要再讲什么43.5这件事情。OK， 那当然啦，专业的防水、旋转陶瓷圈、雾面的黑面的这个拉伯数字啊，3针5日期。我觉得真正有趣的事情是，它是一个2件式的表壳，然后用这个第5级的钛金属的内舱加上钛金属的底盖。如果用我们设计来比喻的话，前几代 Planet Ocean 比较像是那种整栋建筑都是钢筋混凝土，就是为了盖大楼而盖大楼，看起来很扎实、很重、很厚。到第4代，它把整个故事的结构改成了钢骨外壳系统，那里面有这个5级的钛的内环，然后钢骨结构把600米的这个水压扛住。外面的不锈钢呢，则就像是立面的外皮，可以多做一些线条，让它更薄、更锐利。底盖改成了实心钛，刻上了这个海马的字样，就没有给你透明的底盖，没有让你看机芯，但是换来是更好的强度跟重量的控制。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你在8500、8912的上一个阶段都已经做到透底盖了。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还是做透底盖会比较好一点点。就是，我还是想要看看8900这颗机芯了。那当然，它为什么这样子玩呢？因为8912这个本身 Ultra Deep 就是来疯狂探讨深海设计的，所以它本身还是以一个专业潜水表为主轴。那 Master Chronometer 的认证，大师天文台，然后抗时来到15000高斯，60小时动力储存，3.5 赫兹的正频，双发调和 ，Coaxial 的3层轻重，其实新的东西通通都给进去了。那快调时针，那出国不用停表就可以调时区啊，这个我觉得是必定的。简单来讲啊，这颗机芯非常的硬派。那 Omega 有底气把表做得更线条更利落，不需要靠外观的厚实来证明自己的专业。那很多人看到第4代的
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这表好像变干净了，排氦阀去哪了？从功能角度来看，其实老实说，那颗排氦阀在2025年真的有点像烂尾，就是存在感很高，但大部分时间从来没有用过。我自己的海马300我就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就是如果真的需要排氦阀，也是那种会住在加压舱里面，在深海待几个礼拜，然后再慢慢上升的饱和潜水的专业潜水员。我就问你们认识几个？如果你们认识一个，他8成应该也不会带 Omega 下去工作吧。所以，如果站在一个产品规划的角度，2025年确实是一个最深器官。前20年它被当成一个专业的象征，现在 Omega 干脆就直接承认，好了，这个功能没人在用，增加一个开孔风险，就增加一个损坏的几率。但审美上，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少了那一个小皇冠 Planet Ocean， 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张狂。以前你一看侧面就知道那个是 Planet Ocean， 不是300的海马。那现在你一看侧面变干净，多了几道折线，变得没有那么的偏执。从设计角度来看，就是从工业设施变成了高级商办的感觉。如果你们是 Planet Ocean 的老粉，一定会觉得说，好了，我承认这样子比较好住，但是我还是怀念以前那种很粗暴的结构表情。所以我觉得第4代上实际的升级呢，是结构上更聪明，机芯的稳定度当然这个一直都不用讲，更何况又是8912，这个绝对是不用怀疑。那防水600米只是外观上就不具有那么的 iconic， 那么的标志性。这也就是在20周年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必须要去接受的全新的一个 trade off。讲到这边，我就不再假装价格它不存在。我们当然大部分一定优先挑选的是这个钢带的版本，$9200这个级距，我们大概抓一下，台币28.7万，人民币6.5万。那这个价位你大概会遇到的是谁呢？如果以劳力士来讲，你大概只能遇到二手然后品相很差的 C Dweller， 或者是旧款的 ，OK， 或者是116100还是1161，anyway， 反正就是 Submarine。没有那个日期的那个版本。那 Grand Seiko 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比较高阶的 Spring Drive 的潜水表 SLGA 或 SLGH 那些高规格的运动表。那如果你在自家里面去找的话呢，当然有海马的300，以及更疯狂的，你还可以去选 Ultra Deep。那我觉得对于一般买表的人来讲，其实问题它不是一个值不值这一件事情，而是一个买一种我比较专业的自我想象。问号吗？第4代我觉得比较尴尬，就它刚好两边都踩到一点点，就是价格已经是高单运动表的入门的价格，已经不是刷个卡装美式的一个数字。那规格当然它600米防磁 Ultra Deep 等级的机芯一样还是很专业，但是却往着日常可戴的方向去做移动。那尺寸缩，尺寸变瘦，排氦阀不见，日期不给。那你在表店看它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应该还蛮分裂。就是理性那一半会说这个规格、工艺、设计、价钱，我觉得其实都还算是合理。可是比较情绪的那一个，我会说$92连个日期你都不给吗？你懂我意思吗？今天花30万，我会觉得至少该给要给，因为毕竟我不是买300，我不是20万出头。我觉得差了10万块，我觉得就是有差了。那当然，大部分人我相信也不会去纠结这一些。我们只会担心的点是说，这个手表不管是从这个 Ploprof 到 Ultra Deep 到20周年，整个结构的革新，我觉得放在柜上让客人试戴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只表终于比较适合时代，还是说到现在13.79还是太厚，不要。第3代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太厚。那第4代在市场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把 Planet Ocean 从适合放在照片里面拉到适合放在手腕上，大家愿意掏钱。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它终于变乖变薄，但是功能反而变得很单一。我觉得市场现在要的就是一支看起来专业但是不麻烦的奢侈品，而不是一支连袖口都塞不进去的硬汉道具嘛，对吧？硬汉道具，这样讲应该对吧？
它算硬核道具。OK， 那我觉得第4代这支是给谁戴？我直接给结论啊，它不是给真的会潜到几百米的人戴，因为真的会潜到几百米的人也不会戴这个表。那如果你是真正专业潜水员，你也会选一支更轻，然后读时更清楚，在深海里面能够读得更轻松舒服的手表。那甚至你可能会直接用专业的潜水电脑表。那如果你们是要一支好看、价格合理、偶尔戏水，其实 Seamaster 300公尺，然后一堆5万以内的，比如 Prospects， 那10万有 Tudor， 那10多万有这个 Longines， 你就可以玩到翻。我觉得第4代的 Planet Ocean 比较适合，就是你已经有了可能Rolex、Grand Seiko 或一些设计品牌，那你对 Omega 本来就不排斥，但觉得以前的 Planet Ocean 太厚太重不实在，你希望在桌面镜头前面看起来一个比300海马更有深度、更帅的表。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在乎工程设计历史的话，这支表我觉得就可以选。那我觉得当然不会潜水到300米，但是你希望手腕那支表可以提醒你，可以自己活得更疯狂一点点。就风格上来讲，如果你们是比较视觉系、比较喜欢设计的人，第4代其实比前面的3个代数都更适合。那侧面的这种折线，整个全新的削切的方式，然后它的这个表圈的新的锯齿孔，我觉得全部都在的告诉我们，这一支第4代是非常当代建筑的线条比例，然后线条很清楚，比例装饰是非常 OK 的，功能然后藏在结构里面，而不是一堆的数字和这个就是一堆规格嘛，你懂我意思吗？颜色上，如果你敢，那当然就选他们最经典的橘圈。那这不单纯是好不好搭衣服的问题，而是 Planet Ocean 最原始的视觉记忆其实就是大家讲的橘海马。所以如果你还买的是黑圈或蓝圈，我觉得它更安全、更百搭，更像一只高级运动表。但是你选橘色，就是在承认，就是我就是要橘海马。说真的，我觉得这才是 Planet Ocean 最真实的性格。所以，如果你看完这支片会开始在思考性价比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这支表你就不如直接再贴一点钱，就直接去买水鬼吧。那当然，它只有300米，其实整个规格也不太一样，定位也不一样。那不然就是你再加20万，直接去选 $C。老实说，我觉得这支表不见得符合大多数的人。可是我必须还是要讲，因为这支表毕竟是 Omega 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线。因为 Planet Ocean 从来它一直都没有设定在大家最理想的选择，它只是把 Omega 的那一句“我明明知道人生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在办公室，但是我还是想要保留一点点对深海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会很抗拒身上的这一面，就是买了我可能也不会带久。但是如果我愿意承认，对，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必要为这样的规格去买单。可是你说这样的规格、这样的价格贵不贵？我觉得没有到很贵。可是你说拿来当我每天佩戴，或者是隔几天看一下，可能还可以吧。可是当成 daily use grab to go 应该不会是我的选择。OK， 那讲到这边，我们可以把一些问题，刚开始那个问题翻出来再讨论一次，就是第4代 Planet Ocean 砍掉排氦阀，然后变薄没日期。其实讲真的 ，Omega 你认真吗？如果只看表面的功能，答案就是对，它比以前少了一些功能，排氦没有了，饱和潜水极端的这一种状态也不见了，整个这种 scenario 都消失了，日期也取消了。整个日常使用性上，以客观来讲，它是打折的。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点，从1960年我们刚刚讲的 Seamaster 300到 Ploprof 到 Baby Ploprof， 一路到 Ultra Deep， 再看到这支第4代，你就会发现 Omega 它并没有突然去做背叛专业的动作，而是做了一个比较真实面对自己的一个层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决定。既然大部分 Planet Ocean 的人他其实都在陆地上，那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在陆地上活得更舒服一点点？Ultra Deep 就是去防守那个极限的深度，6000米疯狂的工程。Seamaster 300就是 Omega 最主力、最主要客群的一群运动的潜水腕表，负责007广告大部分的行销。那 Planet Ocean 则从过去硬要当极端工具，退了一步，变成你也可以穿西装，内心还是想着海底世界的那只高级运动表。你可能会不喜欢这个决定。你可以觉得以前的排氦阀比较帅 ，oversize 比较个性，我觉得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诚实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人生戴这只表，
有99.9%其实都在日常生活里面。那第4代这一套的整个收身啊，像油结构的优化，抛弃了透明底盖，我觉得这有点可惜。那专心把佩戴体验感做好，我觉得这是 Omega 终于很成熟的去面对他们产品所面临的窘境。那当然成熟会比较无聊，成熟就是把心里面自己那一个我好像是潜水员的幻觉慢慢拆掉，变成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态度。OK，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手表才能够回归到它最真诚、最单纯的那个功能，不是防水、防机密啊，不是多少级的钛，不是几万高斯，而是当你一抬手看时间的那个瞬间，你记得自己还有时间在陪着你走，还有时间可以把自己过得更好。所以不论手表贵与便宜，他们都留不住时间，但每个当下，你跟我都在创造属于你我的历史。吉米在这边还是希望大家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单手人设计师吉米。如果你们觉得这支第4代的 Planet Ocean 值得拿出来像我这样嘴一嘴，那就把这支影片分享给那一个只在看不会买的朋友。最后，刷卡比谁都快的朋友，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 ，Peace。